辛苦了，婉宁。明天上市，这一杯敬你。敬我们。婉宁，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人。苏总，记得喝水，您的身体我最在意。药效比预想快，明天一过，公司就是我们的了。他这条命值这个价。重生了，回到了发布会这天。苏总，您最爱的早餐，今天是大日子，要吃饱。谢谢你，言初，你总是最懂我。你以为你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完美陪伴，可你是仇人埋在我身边的刀。这一世，我亲手把你拆开看看。发布会全交给我，你别操心。还有鼎晖那边的合作，今天就签了吧。今天我自己上台，鼎晖的合作缓一缓。婉宁，你今天不太一样。是吗？那以后你会越来越不认识我。棋落子了。3、2、1，突发！东部产业园今晨发生燃气事故，多家科技企业受波及。苏总，您怎么知道东源出事？巧合。小满，从今天起，财务和系统权限的每一笔异动单独抄送我，别经第二个人的手。明白。今天的董事长眼神不一样了。各位，鼎晖资本院战略入股，换取我们核心客户数据与算法授权，这是知己上市最大的助推器。我提议今天就表决通过。陆总有魄力，苏总意下如何？我反对。核心客户数据是知己的命根子，一旦授权外流，等于把客户的信任拱手让人。季董要的不是助推，是发动机本身。婉宁，你太谨慎了。合规审查没过，数据授权一票都不能投。陆总要是急，不如先把鼎晖的尽调报告补齐。这女人变了。婉宁，当着那么多人驳我，你让我怎么下台？我们是夫妻，是搭档，所以我才替你拦下一笔糊涂账。景行，你该谢我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睡了个好觉，想通了很多事而已。他不对劲，按计划提速。婉宁，台上的事交给专业的来嘛。你气色不好，要不今天让景行替你？谢谢关心，流程我自己定。许诺，你那份稿子把陆总主导那段删了。那是景行特意交代的。现在我交代。苏总，上台前润润嗓。各位，今天我宣布2件事：第一，知己如期上市；第二，与某资本的数据授权合作即日起暂缓。知己卖的是信任，客户的信任不卖。你终于肯为自己上台了。苏总今天的决定，很多人看不懂，但我看懂了。先生是一个很早就认识你的人，我们见过。你苏总，这3个月客户数据的导出记录比正常多了1倍，可申请理由都写系统维护。维护不需要导出原始数据，查去向。有一个匿名端口，每周3深夜定时往外传，查不到接收方。每周3深夜，记下这个时间。前世财务暴雷，数据失控，原来从一开始公司就是个筛子。陆景行一条线，
还有一条，在我家里。家里？先别打草惊蛇。周老师，辞呈收回去。苏总，公司现在是陆主说了算，我一个老古董戴着碍眼。下月15号，陆景城会以优化结构为名逼走培训部3个骨干。再下个月轮到你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心里有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需要你留下，知己的根是你和我一起栽的。苏总，有件事我憋很久了，公司里有内鬼在偷数据。说下去。还有，你身边那位001号理想先生严初，我总觉得不对。严初，从今天起你升级了，作为织锦旗舰陪伴师，我要亲自给你做极限服务考核。能为苏总服务是我的荣幸。第一项，通宵值守，整理我这3年所有客户档案，零差错，明早6点验收。好的，苏总。陪伴师可不能喊累哦。当然，您的需要我随时在。目标异常，行为反常，请指示。他变了，太敏感了，我怀疑。怀疑什么呀？苏总还没睡，我在跟我妈报平安。这么晚还惦记家里，真孝顺。手机给我，我也想问候阿姨。她睡了。是吗？那考核加一项，以后每晚的陪伴日志写给我看，包括你给谁打了电话。每周3深夜，他汇报的规律我记下了。这张网该我来织。王总，旗舰项目我最熟，苏总近来身子不好，细节怕是顾不上。哦，那这方案我亲自盯。王总，您上月提的陪伴师情绪适配，我们升级了3套预案，现在演示。到底还是苏总专业，徐总刚才那套我听着悬。我只是关心苏总。关心我，不如先把上周搞错的客户名单改回来。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。他这是去找陆景行告状了。景行，他今天当众吓我的脸，你到底管不管我？忍几天，上市一过，这公司就是我们的。到时候，你们俩在聊什么？这么投入？在对接发布会复盘。辛苦。对了，景行，今晚我加班，不回家了。好，注意身体。盯紧他们俩的行程，每一条。是。苏总年轻有为，鼎卫院出一份对赌，3年内对赌业绩达不到控股权转让，条件很优厚。万宁，季董这是诚意。季董的对赌门槛按我们去年增速的2倍定，看似优厚，其实是个套。苏总说笑。我反提一条。要对赌可以，鼎卫先把灵犀的关联持股披露清楚。同业竞品想入股，监管内关过得去吗？苏总今天滴水不漏。他背后一定有人。查。季红急着对赌，是怕夜长梦多。他和陆景行早穿一条裤子。苏总，我查到了，这是严初的内测合同。怎么？常规陪伴师入职都走流程审批，可严初这份是陆总亲自批的特例，贴身内测样本，长期驻留您身边，绕过了所有部门。名为打磨产品，实为安插眼线。陆景行，你送的这把刀我收下了。苏总，严初他到底？他是谁的人？过几天自会水落石出。今天加一项专业抽测。严初，你是旗舰001号，给大家示范客户情绪急转的3段安抚法。好的，第一段
共情第2段001号3段安抚法的理论源头是哪一年哪套培训体系？基础课第1周就讲。周老师考教我呢，这种细节临场发挥更重要。临场发挥也得有根。是啊，言初，连这个都答不上，可不像我们的旗舰。再练练。苏总，我教了20年陪伴师，科班出身的，闭着眼都能打。言初连最基础的体系都不知道，他这身完美是硬套出来的壳。他不是陪伴师，是别人塞进这身壳里的人。能让陆总破格特批，绕过所有审批的，背后还有更大的一只手。鼎辉、季红，还差最关键的一环。他向谁汇报，传了什么？周老师，再等等，鱼要等他咬死钩。合作银行突然抽贷2个亿，网上那些唱衰的帖子又是谁在放？苏总，抽贷加舆论，像是有人故意试水，稳住客户，别慌。苏总，缺口被一笔过桥资金补上了，对方不留名。哪来的钱补的窟窿？又是他。今早那笔过桥钱是你，为什么帮我？我说过，我是很早就认识你的人，看你被人算计，我不太舒服。天底下没有白帮的忙，裴先生想要什么？等你哪天信我了，我自然会说。现在需要弹药，随时找我。裴先生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连日抽贷，舆论动荡，证明现行管理失稳。我提议重组管理权，财务签字权交由总裁办统一行使。陆总所言有理，为了公司稳定，我复议。各位先看这个，过去3个月，系统维护名义下的客户数据异常导出，每周3深夜定时外传，而审批人是总裁。这是技术维护。维护不倒原始数据，还有这份绕过所有部门的特批合同。陆总，你急着把签字权收上去，是为了稳定，还是为了堵住这些窟窿？我反向提议，财务签字权与数据权限收归董事长直管，即刻启动合规审计。他今天当众打你的脸，他肯定知道了什么。不，他若全知道，不会只动签字权，但他确实不一样了。夜长梦多，计划必须加快，上市之前必须把控制权拿回来。赵谦那条线呢？他最近盯我盯得紧，我得格外小心，加大对他身边的监控，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，必要时提前动手，别留情面。001号是旗舰样本，标准比谁都高，连续陪伴12小时，零差错、零冷场、零失态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陪伴师从不喊累。这强度，真人也得脱层皮。脱不脱皮，得看他是不是真人。太稳了，不愧是完美陪伴师。第7位客户要陪跳交易舞2小时，计时。乐意小了。人设可不能崩哦。陪考到现在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苏总能陪我到这么晚，是我的荣幸。前几任陪伴师做到第8小时就申请轮休了，你倒是一句苦都不喊。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没事，水杯没碎在您脚边就好。你看，陪伴师就是要这样，膝盖跪疼了也得笑着说没事。是。对了，陪伴师可不能喊累哦。明早8点，第2关。陪伴师的脸是客户的镜子，无论客户说什么做什么，
你都不能有半分负面情绪，心率变动超阈值，即判失格。明白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001号，这衣服挺贵的吧？我可赔不起呢。不要紧，徐总监。念念客户对你的评价。颜初先生笑得像个提线木偶，假到令人作呕。再念。建议回炉。这种货色也配叫理想型？心率超标，001号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谢谢客户的宝贵意见。考核记录我看了，今早你的心率3次逼近违约零线，是我修为不够，下次一定稳住。服务条款写得清楚，陪伴师一旦出戏暴露真实情绪，视为重大违约，天价索赔，身败名裂。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条。自然清楚。我有时候在想，一个人能把假笑练到这种地步，得受过多专业的训练呢？苏总过奖，都是公司培训的功劳。是吗？那就继续好好培训下去。下去吧。他或许知道些什么。第3关，服从性与情感表现力。001号，按客户定制脚本，对你的服务对象完成一段理想型告白。脚本不许改一个字。现在对着我。苏总，您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存在，我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您而生，为您而暖。哟，这词儿真情实意啊！声音再温柔点，看着我的眼睛说。您的一颦一笑，都是我活着的理由。婉宁，这考核是不是太入戏了点？陆总吃醋了，他可是公司的产品啊。赵谦，刚才那段告白演得很卖力吗？陆总，这是考核，我别无选择。别忘了你是干嘛来的？你是我和那位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睛，不是真陪他演戏的小白脸。监控数据我一直在传，是他最近盯得太紧。盯得紧你就跪下去给他念情诗，我看你是把自己当真陪伴师了。管好你自己，再让我看见你入戏，我换人。今天请来周伟老师的关门弟子，科班王牌陪伴师，与001号同台，全程录像合规留档，作为旗舰服务标准范本。双方所有动作即达逐帧入档。001号，安抚里的起手是由内向外。抱歉，习惯性失误。习惯？哪家培训的习惯能把基本功练反了？一时手生。这一段单独存档。存好了，这破绽藏不住。你看他这个安抚里方向反的，科班3个月就该形成肌肉记忆，他做不到，这人根本没受过陪伴师。他受过的是另一种训练。苏总，我韩初今早将往外发了一段加密数据，我截到了尾巴，能解吗？解不开，但能确定收件方在公司外网。破绽、外传、加密，一条线越来越清楚了。要不要现在动他？不，鱼咬钩了，急着收线只会断线。让他继续考核，继续传，传的越多，将来钉死他的钉子就越多。这些都留着，每一针，总有一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放给他自己看。作为公关总监，旗舰项目的对外形象一直是我亲手把控的。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演示金牌服务话术。徐总监请。这位总监，你刚说的这些和你们宣传册上写的对不上啊。宣传册是宣传册，实际服务嘛，灵活变通。徐总监说的对，服务要灵活，但灵活的前提是把标准刻进骨子里。我来补充。苏总，那刚才的演示，刚才是抛砖引玉，徐总监负责专业的与公司团队来。景行，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满网都在夸他，我成了笑话。他当着媒体踩我，一次演示而已，至于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背地里替你盯着他，替你担风险。你什么时候跟他摊牌？给我一个名分。快了，等公司的事一了，自然有你的位置。快了，你说了1年了。
陆景行，别逼我自己想办法。借这次考核暴露的标准缺口，我提议把核心算法、客户数据、陪伴师培训体系统一收归新设的全资子公司独立管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拆分重置？为了上市估值，核心资产权属清明，机构才敢给高价，这是为我们所有股东好。陆总不会反对吧？当然不反对。苏总这步棋稳。通过的话，今天就走流程。资产重组的方案我看过了，冻结那条授权通道是冲着鼎晖去的。裴先生消息真灵通。我只是不想看你独自和一群豺狼周旋。豺狼我见多了，倒是裴先生处处帮我，图什么？图你能赢。季红不会善罢甘休，授权一断，他必定反扑。稀释筹码只是第一步，等他们抽带挤兑，你需要真白银顶上去。所以呢？需要弹药，随时找我。账上的钱为你留着，只为你留着。苏总最近大刀阔斧啊，资产重置、冻结授权，这是冲着我鼎晖来的。季董多虑，我只是把自家东西收回自家手里。年初这个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苏婉宁，那时候你温顺得很，什么都听陆景行的。人总会变，尤其是看清了某些人之后。看清了谁？陆景行，还是你身边某些不该出现的人？季董与其猜我身边有谁，不如想想鼎晖的钱最近为什么进得这么不顺。有意思。季董慢用，我有局。这女人背后一定有人，是谁把钱借给了她？和季红的饭局怎么样？他开始查我背后的人了。那他很快会查到我。你不躲？躲什么？他越想查我，越会把手伸进我不好的地方。季红要查我了，正好。裴嫣，你到底布了多少局？等你需要知道的那天，我都告诉你。现在你只要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打这场仗。婉宁，鼎晖突然抽走一笔过桥贷，财务说账上要紧张了。我早说该跟季董搞好关系。谁说我们紧张了？一笔等额过桥资金已经到账，利率比鼎晖低2个点。从今天起，知己的现金流我都取。这位是知己的朋友，比某些自家人靠得住。季董出问题了，有人替他兜底，出手阔绰，来路不明，得查。我正在查。今天那笔钱是顺水人情，还是早就准备好？准备很久了，久到你不会信。那是什么？旧东西。裴燕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认识？我总觉得你看我的眼神不像第一次见。很多年前，有个姑娘说过一句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靠。这一世？天晚了，我送你。最后一关，12位地狱级客户连续上场，每位满意度必须满星，中途不得换人，不得休息，不得出戏。明白。你这态度敷衍呀！重来。茶凉了，重泡，泡3遍我都不满意。马上，这就重泡。9灵溪，赵新月，00幺，听得懂吗？客户说笑了，我听不懂。小满，把刚才那位客户的资料单独调出来。上面让我带话，东西该传的传了吗？接头按老规矩，灵溪那边等你回信。最近盯得紧，缓2天，中转还是老地方。老地方，暗号不变。旧灵溪赵新月
季红的人中转，暗号一条接头链，自己送上门。别打草惊蛇，顺着这条线慢慢摸。我要的是整张网，不是一条小。赵谦的汇报对象牵着季红，陆景行批的内测合同又牵着陆景行，两条线最后并到一处。可这些只够证明他是卧底，证明不了陆总和季红勾结谋害你。所以还差3块，哪3块？一、陆景行与季红勾结的直接铁证，白纸黑字或录音；二、资金通敌竞品灵犀的流水；三、那段能要他们命的东西。欲速则不达。对，欲擒故纵，继续养线，让赵谦再多传几次，让季红再多伸几次手，等3块齐了，一网打尽。苏总，您这是把他们当鱼塘养？是他们先把我当案板上的鱼的。考核成绩出来了，耐力、情绪、服从、专业，你都过了。多谢苏总栽培。可惜啊，真不知道你被我磨得多惨。你说，要是哪天你出了岔子，会有人替你撑腰吗？我是公司的产品，自然有公司。产品坏了，是修还是直接换掉扔啊？换掉，扔了。赵谦啊，赵谦，听说你这考核风评不错，满公司都夸001号又乖又能扛，是为了不露破绽。别真把自己当陪伴师了，你就是条狗，我和季董养的狗。陆总喝多了，狗不能有自己的心思。我清醒得很，事成之后你能不能全身而退，全看你听不听话。别学那女人自作聪明。我知道分寸。哼。这么晚还不走？整理留档，明天要交。这阵子是难为你了。苏总今天很不一样。人在一条船上待久了，总会看清谁是真心，谁拿你当弃子。陆总待你如何？陆总待我很好。是吗？那就好。对了，这间屋子没有监控。今天旗舰陪伴师当众接受3轮公开考核，专业、服从、满意度，全程直播，全程留档，请客户与媒体共同监督。我觉得旗舰服务的灵魂在公关包装，技术是次要的。可我们要的就是专业，不是包装。徐总监这话外行了。会不会都是排练好的？那就请陆总出题。知己旗舰服务名不虚传，这口碑上市稳了。被低估的东西，从来只是没到发光的时候。风头全被他抢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上市一成，公司彻底姓苏，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。他现在翅膀硬了，根本不把你放眼里，再不动手，等的就是我们出局。搓得越久，变数越多。那个替他兜底的裴燕，我还没查清，计划得提前。怎么提前？趁上市谈，婚内财产股权切割，一次性把他的筹码从家里和公司同时撬走。对，他最近不是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吗？正好趁虚而入。既然他想谈财产，那就跟他谈个痛快。景行，我累了。考核董事会外面那些风言风语，我撑不住了。婉宁，你早该想开，公司这副担子本就不该你一个女人扛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坐下来，把财产、把股权好好谈一谈，各退一步。你愿意谈是好事，我都听你的。我拟了个大概，婚房、现金，我名下那部分投票权我都可以让，我只想要个安稳。傻姑娘，早这样不就没那么多事了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在他面前演了一晚上心力交瘁，累不累？他越觉得我软，越会往我低的套里钻。
所以这一局你要我做什么？往后一阵，我要疏远你，让他们以为我连最后一个靠山都推开了。你要把自己演成一座孤岛，好让他们放心上岸。陷阱要像个真陷阱，得先有个真诱饵。我陪你设，但你别真把自己绕进去。钱是你一个人扛，这一世台前你退，台后有我。放心，这一次是我请他们入窝。苏总，按您的意思，婚内财产分割、股权处置、离婚预案，3份并一套，条件全数向陆总倾斜。太顺了，他会起疑，要让他觉得占了天大的便宜，又挑不出破绽，把他放进这里，夹在一堆免责和补偿条款中间，写得越平淡越好。缔约双方互负忠诚义务，一经当众证明背叛、欺瞒、谋害，股份与共同财产无条件归对方。当众这2个字是命门。这种通篇让利的协议，他们只会盯着能拿多少，这条款他们一定不会细看。投票权、现金，连那套江景房都给你，他这是彻底认输了。人嘛，逼到墙角总会服软。你们都看过了，有不妥的尽管改，我只想快点了结。婉宁，难为你了，条款没问题，越快签越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啊，婉宁，早签早安心，对大家都好。好，那就尽快。协议是签下来了，可签完之后呢？陆景行，你答应我的名分和那15%股份什么时候兑现？诺诺，急什么？等公司彻底到手，亏待谁也不会亏待你。你对苏婉宁也是这么说的吧？亏待谁也不会亏待你。结果呢？你跟他不一样。那我信你。空头支票听多了，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苏总，您让盯的。许诺昨晚在会所跟陆总闹了一场，为名分和股份，两人现在面和心不和。火候差不多了，再添把柴，放点风出去，就说陆总私下许了别人同样的股份，让他们彼此都觉得自己被骗，让贼咬贼。还有件事儿，线人说许诺昨晚偷偷录了音。录音？好，他以为是给自己留的后手，记下这一笔，日后这卷录音能反咬他一口，也能把他自己一起定死。婉宁，我比对了近3年的内部流水，这几笔市场推广费金额对得上，去向却全是空壳。陆景行侵占挪用，还伪造了3份合作合同做账。他把公司当自家提款机挖了这么久，但最要命的是这一笔，绕了4道壳，最后流进了一家叫灵犀的账户。灵犀，季红的竞品，钱往对手公司走，这就不只是贪了，是通敌。周老师，把这些账原样封存，一个字都别动。这是他亲手给自己写的供状。钱流向灵犀不会是白送，能让季红掏价的只有一样，知己的核心客户数据和算法。商业窃密里应外合，账目能证侵占，却证不了通敌的交易本身。账是死的，得有活证，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明谈，一段录音或者一只 U 盘。能把陆景行和季红绑在一根绳上的就得有那段录音，那只 U 盘，找到他，这盘棋就活了。那就顺着他，把那只 U 盘挖出来。各位，我也不愿相信，但这些挪用、伪造合同的痕迹，全都指向苏厂分管的账户。苏总，这笔账怎么解释？为了公司，为了即将上市的清白，我提议苏总暂时停职，配合自查。你们要我停职？婉宁，清者自清，你越配合越能洗清自己，不是吗？好，我配合。他急着停我的职，是怕我先动手。可伪造的痕迹最经不起查。那3份问题合同的电子签时间错，全在凌晨2点到4点。那几天苏总在外地，登录 IP 对不上，而真正操作账户的终端是陆总办公室那台，日志我已经拉出来了。他想嫁祸，反把自己的操作痕迹留得满地都是。苏总，铁证在手，您怎么不当场翻盘？现在翻，他不过赔个道歉。我要的是他签完那纸协议，当众炫耀的那一天。这一局，他自以为把我逼到了墙角，其实是把更多把柄亲手送进了我的保险箱。苏总，
今天董事会的事我听说了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可以跟我说。陪伴班的职责是端茶递水，不是打听公司机密。言初，你今天的话有点多。我只是有些话当讲不张，陆总最近未必把您当自己人。那他把你当自己人吗？赵谦，苏总，您说什么？茶凉了，今晚的话我就当没听见。一段一段的是我的诚意，你倒是很会算。考核到现在，你的结业其实早该给了。苏总想说什么？一纸结业加一句保命的承诺，我可以放你走，全身而退。你以为陆锦行和季红事成之后会留你？一个知道太多的卧底是最该灭口的那个，出了事第一个被推出去顶罪的就是你。你在挑拨？你上线想弃你做替罪侠，你信不信？时间就会替我证明。我要再想想。想清楚，这条命这次能不能留住，在你自己手里。裴先生，这是知己的内部董事会，内部董事会，我当然有资格缺席。26%，裴先生是公司最大的隐形股东。不可能，这些年的股权穿透从没层层代持，今天起我不打算再藏了。第一件事，苏总的停职案，我反对。真相查清之前，谁也别想动这家公司的根。裴先生既然亮了底牌，那这局重新算。贼燕突然跳出来26个点，他到底什么来路？来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成了那女人最硬的靠山，也是我们最大的变量。那怎么办？变量就要清掉。一个靠资本起家的人，命门永远在钱上。先断他的钱袋，再断他的人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裴燕这棵摇钱树，苏婉宁拿什么跟我斗？好，我配合你。苏总，我追灵犀的资金黑帽追了半年，今天周到周老师给我上，刚好补上了我缺的那一环。方记者的嗅觉，我信得过。我们各有半张拼图。钱从知己流向灵犀，对应的是核心数据的外泄，这是窃密通敌。再往前推，去年那场针对苏总的意外，也牵在这条线上。你是说，他们不只是抢公司，还动过谋害的念头？账能挣钱，却挣不了人心。这一切的扣子都系在一样东西上。陆景行和季红密谈的录音就存在一只 U 盘里，找到他，所有的猜测都会变成铁证。言初，陆总平时有没有一只总不离身的 U 盘？苏总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随口一问，你贴身待在这个家最久，比谁都清楚他藏东西的习惯。我不太留意这些。不留意，那就算了。苏总，合作银行突然抽贷，3个亿的收现，说停就停了。还有技术部今早被灵犀一口气挖走了5个核心。苏总，市场无情，一家现金流断裂、人心涣散的公司还谈什么上市？早点找个好买家，对大家都好。婉宁，是不是该重新考虑季董的收购了？谁都不许慌，天塌不下来。抽走的3个亿，我连夜补上。挖走5个人，我从外面挖10个回来。季红想用钱断我们的路，他算错了一件事，我比他有钱。又是你来兜底。说好的，台前你退，台后有我。他越急越会犯错。季红逼陆景行尽快交投名状，你猜陆景生会拿什么去季红的钱？把柄换把柄。一纸卖身契，他亲手把己又往我的网里送了1寸。又一条铁证落网。陆景行，季红的事你忙前忙后，我的名分呢？我的股份呢？合着我许诺就是个随叫随到的工具？诺诺，现在是关键期，别添乱。等都办妥了。又是等，我等了3年了。你要是嫌烦，可以不参与。陆景行，你别逼我，被你踩在脚下的棋子也是会反咬人的。苏总，许诺和陆总彻底闹翻了，他现在谁都恨。恨意是最好用的刀。
就看往谁手里递，让他无意中拿到一份能扳倒陆景行的证据，再让他以为能是这个货。可那证是假的，真假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会信。这根引线先埋下，等到上市那天，由他亲手点燃自己。婚内财产分割、股权处置、离婚预案3份协议，请双方核对无误后签字。条款我们看过了，没问题。婉宁，签吧。签完，我们就两清了。早该如此。从今往后，这公司可就名正言顺了。白纸黑字，他亲手签的。从这一刻起，主动权彻底在你手里。示弱让利，停职抽贷，他们走的每一步，我都替他们铺好了路。协议成了，证据呢？账目、资金流、卖身密约都齐了，只差那只 U 盘和当众触发的那一刻。那一刻，急不得。这种条款只有他们自己当着所有人的面亲口炫耀背叛，才会引爆。现在就等他们自己跳上台炫耀。鉴于近期的财务风波与现金流危机，我提议将上市筹备的主导权移交联合管理委员会，请各位表决。苏总，这一票您怎么看？我尊重董事会的决定。你也累了，是该歇歇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苏总想通了就好。管理权到手，资金链卡住，连他自己都弃权了。陆总，这盘棋赢了。还没到时候，他活着一天，就还有翻盘的万一。那季董的意思是，上市那天万众瞩目，让他风风光光的把公司交出来，再体面的退场。上市那天就是他的死期，这一次让他体面的死。他最近太顺了，董事会、舆论全在替他说话。顺，是因为我们还没出手，一场发布会就够把他盯死。什么发布会？反咬，趁知己上市前，我们先开一场，告诉所有人，苏婉宁精神失常，虐待陪伴师产品造假，连算法都是抄来的。把他搞臭，估值一跌，我们就能低价接手。证据我都备好了，这是他考核陪伴师的视频，通宵罚站，当众羞辱，不许休息，剪一剪就是虐待实锤。001号那条视频里全是他被他折磨的样，这一次他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敬苏婉宁的最后一场戏。苏总，他们要赶在上市前泼脏水，得拦下来。为什么要拦？你不但不拦，还想帮他们办大。他们想要一个舞台控诉我，夺我的权，那我就把这个舞台跟知己的上市庆典并成同一场。两气合一，那不是把刀递到他们手里，是把行刑台搭到他们脚下。他们站上去那一刻才会发现，台下坐的不是看我笑话的人，是监管，是媒体，是证据。他们以为占了主场，他们要的舞台，我给他们搭得更大。各位，最近关于苏总的传闻影响很坏，我提议上市前开一场公开发布会，把话讲清楚，也给我们陪伴师一个发声的机会。有些事不能再捂着了。我同意，而且我提议把这场发布会和知己的上市庆典并在一起办，一边是质疑，一边是答卷，当众讲清楚，最公平。婉宁敢这么开，我佩服。他自己往枪口上撞。那就这么定，地点流程我来安排。苏总，你确定要把全套媒体和监管都请到现场？万一证据压不住，你就是当众社死。财金口、监管还有这几家直播平台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位置我都排好了。你连他们坐哪、什么时候进场都算好了？他们要的是聚光灯，我就给他们最亮的那盏，照得越清楚，认罪才越体面。那证据齐了90%，就差最后一块。只要你证据齐，我把全网的话筒都给你。苏总，分享下一组数据前，我想请各位先看段花絮。这是虐待员工，
这就是知己旗舰陪伴师的待遇。再加上财务上的几处疑点，各位还敢投吗？婉宁，你看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季董放的那段视频，我替大家补全。知己每一次考核全程合规流当，所谓虐待不过是掐头去尾的剪辑。考核标准、休息条款、本人签字全在这里，陪伴师服务期内的每一项都白纸黑字。对了，视频里这位001号理想先生，按行业铁规，服务期内需全程维持人设，绝不出戏。可有意思的是，他在好几处专业环节上的反应，根本不像科班出身的陪伴师。苏总，过奖。拿到了，街头链那条线顺到了中转人，这是陆景行和季红勾结的全部录音。通敌灵犀挪用公款，还有这段上一世他们怎么对你的预谋，全在里面。齐了，最后一块备份，立刻多地多份。原件你拿去机房做加密备份，路上小心。苏助理，东西留下，人没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小满被抢了 ，U 盘没了，他们还远程删掉了服务器上的副本。删了？删的是哪一份？他们删的是诱饵，真正的备份早同步到了3个离线节点。小满拿的那个是空壳。我提前让他走了另一条路，他现在很安全。你早料到他们会抢？他们不抢，我反而不放心。删数据本身就是犯罪，而且他们删的每一步操作日志全留了痕，林助理的账号跑不掉。今晚停车场的事，你都知道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赵谦。U 盘抢到手，删数据的脏活让林助理顶，证人也安排好了。你猜事后他们会留谁当替罪羊？虐待案、删数据，再加上一世那条人命，总得有个人把所有罪都背下去。陆景行和季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活着上岸，你信不信？我可以作证。赵谦先生，你的证词我会全程合法留证。陆景行安插我进苏宅，名义是旗舰陪伴师贴身内测，真活是监视他偷数据传给季红，接头暗号、中转人每一笔我都记得。上一世那杯酒，谁下的谁递的，你也记得？记得。写下来，签字，这是你唯一能上岸的路。我只求一件事，庆典那天别当众拆穿我的真身，我还想体面的走。到时候再说。路演那场估值是跌了，可他政委的也快，我们得在庆典上一击毙命。剧本我都写好了，庆典一开场，许诺先发难，董事会同步投票罢免他，我接任董事长。证据呢 ？U 盘在我们手里，他的备份也删了，他拿什么翻盘？赵谦那条线呢？稳得很，他被他折磨成那样，巴不得亲手弄死他。那就好，赵谦那条线很稳，放心。苏总，老伙计们，我都请回来了。苏总当年的知遇之恩，这一次该我们还了。姐，苏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查到了些当年的事儿，关于你那场病，不是意外。你出事前那段日子，家里的水、药，连你最爱喝的那种酒都被人动过手脚。我对了时间，每一次都有言出经手。是慢性，难怪那一世我总觉得累，查不出病因。姐，他们是要让你自然的死，死的没人怀疑。这一次
我不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，我要让他们当着所有的面自己认罪。裴先生今天怎么有空来列席知新的董事会？来通知季董一件事，鼎汇最近资金链很紧吧？我刚刚把你那笔过桥贷的债权全收了。不止，鼎汇系2家壳公司的控股权今早也易主了。换句话说，季董，现在卡你命门的人是我。从今天起，知己上市的资金由裴氏全额护盘，谁想做空，先问问他。这是我18岁那年。那年你在创业大赛上说要做一家让人不再孤独的公司，台下有个借了你一支笔的人。是你？这些年你的每一轮融资背后都有我，我藏着是怕你分心，可这一世看着你一个人扛，我后悔了。原来一直守着我的人是你。明天之后，换我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。前世这一天的前夜，我还在为他们准备庆功的香槟。我信他是深情的丈夫，信他是交心的闺蜜，信那个完美陪伴师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温柔。前世我信错了所有人，这一世我只信我自己布的局。明天一过，这个家这家公司就都是我们的了。罢免他接管公司，剧本一步都不会错。明天他体面的下台，我们体面的上位。那我可得在台上好好谢谢他成全。敬明天，敬我们的新公司。苏总，不好了，对方临时向监管举报知新财务造假，律师函刚送的，还有董事老陈倒戈了，他要在开场就联名罢免你。临时举报法律函，再加一个核心股东倒戈，这是要在开场就把我们一击打死。媒体都到齐了，万一压不住全网直播你出局。来了，比我算的还早一点。底牌都在这儿，老陈的倒戈，季红的最后杀招，我都背了应手。他们抛出最后牌的时候，才是我开局的时候。台上见。一切尽在掌握。有请知己创始人苏婉宁女士登台。有请知己创始人苏婉宁女士。今天本该是知己上市的好日子，可我听说有人为我备了另一份惊喜。婉宁，我本不愿当众揭你的伤疤，可你近来精神不稳，虐待陪伴师，财务混乱，为了公司，我和董事会必须请你退下来。婉宁，别撑了，这公司早就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那你们说说，公司到底该是谁？当这么多人，说清楚。从今天起，知己由我和鼎罪资本共同接管。婉宁，签字退场，我还能给你留一份体面。配也配，这家公司从头到尾就是个空壳，是我们一步一步把它捧上市的。所以我这些年原来一直被你们牵着走，连上一回我病得那样重也是你们安排的。当初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就怎么样？话说一半，多难受。既然陆总要谈接管，那我们就先谈谈白纸黑字。这是3个月前陆总和许诺亲笔签下的婚内财产与股权协议。陆总，认得自己的签名吗？那又怎样？这协议对我们有利。请看第10条附顿，你们刚刚当着所有人亲口承认了背叛与算计，忠诚条款即刻生效。依据该条款，陆景行、许诺名下知己全部股份及共同财产，自即刻起无条件归属苏婉宁女士，法律即时生效。不可能，这条款我们根本没看到。是你们当初急着签，不肯细看。苏婉宁，你别得意，你虐待陪伴师，操控员工，我有证据。那个001号随时能站出来咬死你。哦，你是说我那位完美陪伴师001号理想先生？说到陪伴师，不如请我们的001号理想先生上台，亲自做个自我介绍。来，介绍一下你的真名、你的雇主，还有你究竟是为了谁住进了我家？严初，
你是陪伴师，守住你的人设，一个字都不许多说。各位都知道知己铁律，陪伴师服务期内绝不暴露真实身份。可如果他本就不是陪伴师呢？我叫赵谦，商业间谍，受陆景行和季红指使，潜伏在苏总身边整整2年。赵谦，你疯了！是你们先要拿我做替罪羊的，我手里还留着账。陆景行侵占空款，伪造合同，季红出钱把知己的核心算法和客户数据一笔卖给竞品灵犀。每个月，季红派人扮成客户来与我接头取数据，这条线苏总半年前就反调住了。还有2年前那场庆功宴，那杯酒里的东西是他们让我递的。方记者，请放。上市那天，体面的解决他。这是栽赃，我不奉陪。季董，哪儿都别去，证监会、经侦，请几位配合调查。陆景行涉嫌职务侵占、商业窃密、故意杀人未遂。苏婉宁，你早就算计好了，从你醒过来那天起，是不是？对，从我睁眼那天起，你们的每一步都走在我画好的局里。这一世，谢谢你给了我一条退路。是你自己选的。鼎晖资本涉嫌操纵市场、恶意收购、通敌窃目，账户冻结，立案彻查。婉宁，我们是闺蜜，都是陆景行逼我的，是他，你放过我。闺蜜，你忘了你自己留的那一手？我都录下来了，陆景行要是敢甩了我，我就拉他一起死。你留来咬死陆景行的刀，到最后也割了你自己，背叛、欺瞒，你一样都没落下。知己沉浸式情感陪伴，今日正式挂牌上市。婉宁，你做到了。苏总，我们赢了。知己卖的从来不是面具，是真心。从今天起，他会堂堂正正，活成他该有的样子。你做到了。鼎晖资本宣告破产清算，董事长季红因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。账目清了，旧部都回来了，公司步入正轨。婉宁，这一次再没人能从你手里抢走它。不是抢不走，是这一次我自己看得住。苏总，裴总让我转交给您的。上一世，我没能光明正当的站到你身边；这一世，我说到做到。你守了我2世，我却到今天才真正看见你。你说过，你想成为别人眼里的理想型，现在呢？现在我才懂，真正的理想型，不是活成别人理想的样子，是把自己活成了理想，也终于遇见了真心。上一世，我是任人宰割的被害者；这一世，从我睁眼的那一刻起，棋盘上的每一颗子，都是我落的。